我其实心里面是觉得，哦，太刺激了，我可能有点疯癫哈，我说哦，演电影嘛，这是要干啥？你是骗子吗？为什么这么问？你下面讲的所有东西确定都是真的吗？你真实发生的吗？是的，你敢发誓吗？怎么发？对这个灯就行了。对灯发誓，对的。壮壮刚开始看到他的报名信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哦，又是被骗到缅北的。但是他跟类似受访者不太一样的是，少了很多所谓的苦情叙事，他的文笔非常的流畅和优美，而且他形容这几个月的生死危机是紧张又刺激的。我也会好奇，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的这段经历确实太过离奇，就好多人一直以为我在开玩笑。你去过电价园区，是主动的吗？不是，我是12月25号去跨年的，准备待1个星期回来，结果第2天就被绑过去了。待了多久？当时在棉花底待了不到3个月，12月25号到3月14号，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是圣诞节那一天，我是到曼谷。啊，到哪一天回来的？3月14号，白色情人节。是，还是很会挑日子哈。12月25号，你去干嘛了？我是去跨年的，然后那边有一个电音节叫 NEON， 就是 NEON， 它是泰国的一个本土的跨年的电音节。因为我上一次参加一个音乐节，因为台风的原因，它就没开成。然后我这次我就看到，哎，泰国有一个，我说那我要去，所以就相当于参加这个电音节。只是我比他那个时间早到了几天，我想自己先玩几天，后来就没有想到没有回去，还挺惨的。当天晚上跨年的时候，我原本应该在几万人的电音节，然后盛大的焰火在那里嗨喝酒，结果我是在那个被绑架的小屋里面，听着外面有个人放了几声鞭炮，特别鲜明的反差，我觉得好好笑。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以前总觉得这些事儿，我觉得那些被绑架的人，他们都是有奇奇怪怪原因的。飞机落地那一刻，你有感受到有什么异样吗？没有，就还挺正常的。就出了机场打一辆车，先回我的一个酒店先待着，然后睡了一会儿，白天就去逛街了，晚上去喝酒了。所以那一整天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也没有人跟踪你或者是盯上你什么的。至少我没有发现，就变了。因为晚上一个人想去喝酒，我去的还是最市中心的 Salon 的这个地标性的一个酒吧。大概几点？大概快12点的时候。那我就在吧台，就是要酒喝。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会有人过来跟你聊天，说啊你身材很好啊，这那就唧唧歪歪这些东西，然后你就会被赞美，你就觉得超开心。喝着喝着，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因为我觉得我不舒服。我说今天就到这吧，我要回家。他就说要把我送到出租车上。就是我是一个内蒙人，我酒量蛮好的，我觉得不可能喝那么2杯鸡尾酒就变成这个样子。我当时只是出去打辆车，后来他说那我送你回酒店吧。总之就是推推搡搡，我上了他的车，上了这个车。是个出租车还是？我不知道是网约车还是什么，就是他那个很随便的，就是外面有很多人拉客，就是这种。我睁眼的时候已经是白天了，两边就是已经看到就是都是荒草，我觉得我应该是被颠醒的，就是那个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这种土路，然后车上的那些人我就全部认识了。我的手机和护照其实还在我身上，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很被动。首先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我不可能盲目跳车。其次我发现我的手机是没有信号的，我根本不敢动。当时可能我觉得我就是有点怂，我没敢做这种太激烈的事情吧。你有问司机吗？或者是骗你的那个人还在车上吗？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我就问要去哪里，就没有人理我。你右边那位呢？不说话。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已经不好了，而且我大概能猜到是什么，我就开始回想这些看过的抖音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或者更坏的一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嘎腰的这种情况啊。
我觉得我挺怂的，但是我真的把手机拿出来之后，发现是没有信号的。我想给任何人发一个定位都没有，没有可能，零可能。那就是这样，那就跟着他走吧，随他吧，来都来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感觉我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从你醒到最终到目的地，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有20-30分钟，其实挺长的。所以我说我挺怂的，我都没有跳车或者是干嘛的，拼搏一下没有。你还来不及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就到了。我不敢，我不想找借口说我脑子在懵，确实我脑子懵，可是再懵，我当时觉得也应该跳一下车。我现在蛮后悔，但说这些没有用，就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跳车两边是农田还是马路？不是，就是杂草，就没有人，然后车就停到了一个河边，我就在那待着，我说行吧，看看你们要干啥，有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这些人就全下去了。他们应该在做一些交接，就比如说这个人已经绑过来了，你是不是可以把钱给我了之类的，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就换了一批人，他们穿着迷彩服，拿着枪就直接来了。我其实心里面是觉得，太刺激了，我可能有点疯癫哈，我说演电影嘛，这是要干啥？就来了3-4个人这样，就他们就一开门 ，Go， 就让我下车，我们俩就不下嘛，我就是不想下，后来我就抓着左边那个车上面有一个把手，我就不下。他们要薅我嘛，蹬不下来。后来就是他们又找了一些人过来，就是被薅下去了。然后下去的时候特别好笑，那个手里那个把手被我薅下来了。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套了一个绳子在我脖子上，把我薅到一个船上。然后那个船就是真的跟电影里面一模一样，就是特别破的那种木船。然后让我们俩跪在船上。我当时就觉得真的跟电影的一模一样。就是我当时可能有点大病哈，我这个人是这样，我觉得。兴奋和害怕是同等，我不能说我多开心，只能说就是兴奋跟害怕。我说，哎呦，我这小老百姓，我就这辈子还能遇见这种事儿，太好玩了。然后我就这样跪在那个船上，我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就是也挺好玩的，我觉得，反正我也没得选嘛，然后就这样，然后就弄过去了。那个河特别窄，我后来想了一下，它应该就是一个边境的河，那个河过去就是缅甸了。然后那个河过去之后。当时他们有打我，就这个地方当时打了一下，这个地方淤青了半个月才下去，有血，然后后面拿那个枪，就是凿了我一下。这是你不想下车的时候挨揍？对的。然后那个肩胛骨后面有一个枪的那个口，它是这样的一个圆，然后少一点，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疤嘛。但现在没有了。然后过去之后呢，就被教训了一下，因为我确实太不听话了。后来我们两个在那儿等了一下。又过来一个人，我们相当于是3个人一起被送到了园区，真的是年底大丰收。所以我刚才开玩笑，我说你连我都敢绑，因为我真的看起来不是那种很柔弱的人，而且我被绑架的时候也是光头，而且我那个时候更壮。我其实看起来很社会，很社会。我现在已经看起来很瘦了，其实当时是一个快200斤的一个状态，肌肉的200斤，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才觉得。被绑架这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想过我是被绑架的对象，所以我才觉得他们真的是好猖狂。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挺惧怕我的，就是因为他们也摸不清楚这个人啥情况，但是他们人多，确实就是人多大概最后我算了一下，能有快10个穿迷彩服的人就在那个河边，而且我们在河边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小房子，一个小木屋，跟电影里面的特别像，然后门口站着一个穿花裙子的小女孩。然后旁边站着，我不知道是他妈妈还是他姥姥，反正就是年长的女人。然后她就吃着棒棒糖，这样看着我们。这个画面非常的诡异。然后我特别想说，小姑娘，你倒是救救我们呀！就是我后来想一下，他们可能看习惯了，他们就是可能在那，又有几个二傻子被绑过来了，他们是这种心理。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当地的人也很麻木。后来我们就被卖到了园区。妙瓦底位于缅甸东部泰缅边境，是缅甸众多电价园区聚集地之一。这里除了口岸外，即使进入美索都需要经过泰方的3道关卡，但蛇头依然有办法在这里将猪仔运送至园区。先说这个园区的外围，你有看到吗？是什么样子？它只有一个门，然后这个门是那种。有点像那种电视里面的监狱那种门，就是它是一个大铁门，一拉一推的这种大铁门，就是它不是栅栏，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是啥的这种门。然后它那个园区的围墙其实是比较高的，大概有2层楼那么高吧，还蛮高的，就不想让人跑出去嘛。这个
园区你看到的岗亭有人把守吗？有的门口是有安保的。这些安保会有什么样的？后面会拿枪。进去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我其实路上就大概知道了。我当时上开车的时候，因为是换了一拨人了，已经不是打我那拨人了，我就问他3个问题，因为那个人我发现他是懂英语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会死吗？然后那个人就说不会。我说那这是哪里？他说喵里。啊，我也听不太懂，反正知道这个地名。后来我才知道喵里的意思就是妙洼地。然后第3个问题，我说我问他我什么时候能回国，他当时可能是为了安抚我，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会回国的。我觉得他可能是为了安慰我，可是他这一语也成谶了嘛，就是我这不是也回来了嘛，我还挺感谢他的。当时问完之后，他又在那边说什么 company， 我一听就是什么公司嘛，园区，一听就是行了，我大概就知道我小命是保住了，只是说被卖到园区而已。进这个所谓的园区公司是什么样的场景？有点豪华，就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进了园区之后，它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干净的露天游泳池，前面是一个酒店。那些园区的领导呀，或者是赚到钱的人，人家还是要消费享受的嘛。那里面像旅店啊、黄赌毒的东西一应俱全，包括游戏厅啊什么，就是一个小小的娱乐城，你可以理解为，就不是大家想象的是那个工业园区。这是我一进门，然后后面是你说的那种，就后面有上班的地方。我刚被绑过去的时候，我们是20几个人被关在一个屋子里，这个时候相当于是还没有拿到 offer， 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有园区来买你。什么叫人口贩卖中心？就是我们先席地而睡嘛，就是大家就在这里待着，然后会有园区的人来挑人，他觉得你能够被我们所用，他才会把你买走。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2个人，一男一女，然后那个女生我不知道是受教育程度有点低，还是说她本身有一点智力的障碍，就总之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用的，就是他不可能去敲键盘或者是打字。结果这个男的就活生生的被卖到了园区，在我面前，他们2个人就被拉开了。那个女的就一直抱着那个男的，就是说，就不分开啊什么这种，就是生离死别的就是恋人的场面，就像拍电影一样。然后我在旁边角落里面待着，我就在想，哎呀，就是我也是一个猪仔，我也帮不了他们。但是真的那个场面非常的像是，就像你戴了一个 VR 的眼镜，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个电影的桥段，真的非常的抓马，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女孩会拉到哪里？红楼就是供大家消遣的这么一个地方。是强迫性的。她不接受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听别人说的哈，是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接受，后面呢慢慢的揉一揉，因为比起被干嘛，其实还是活着更重要嘛。或者有些人在国内也赚不到钱，他慢慢也觉得好像做这个也比国内强，那我就做这个呗。心智磨没了的时候会这样的。然后有一些人就像你说的，他就是宁死不屈，有自杀的，有这样的。所以其实虽然这次我能够侥幸回国，我还是想跟大部分的人说，你们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我能够平安无事回来，不代表这个地方很安全，就是还是你们少去为妙。我属于幸存者偏差。我们那个还算是一个人口中转的一个地方。我后来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了，那个地方叫阿波罗园区，就是刚好是王兴待过的那个园区，就还蛮巧的。那个园区是高压园区，他们叫高压，就是我所谓的比较黑的园区。我当天晚上其实真的有听到外面就是有被打的这个声音，然后有一个人从楼上跑下来被打，然后又被弄回去被打。其实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他被打，但是我真的觉得挺可怕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被骗去的，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比如有些人在国内办不了贷款，就有人骗他们说泰国有这样的途径，你可以来泰国办贷款。还有的人是他们想要通过走私或者是什么方式来赚一些钱，就比如说你从泰国背一些什么黄金，或者是很离谱，让他们背什么枪，背什么名牌手表，就是以这种什么走私的方式把他们骗过去。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他骗他们说你在这边就是买一些进口药，然后带回中国去卖，怎样？反正你弄一次能有几万块钱吧。就是他们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骗去，最后发现走不了了。然后云贵川的人很多，因为他们是走小路，也就是说所谓的偷渡过去的。被骗进去吧，他们普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有几个人是有在联系要赎金的这个状态。
有那么4个人。我去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跟家里面要赎金，然后因为每次要赎金，他们都是要去另外一个房间，我是看不到的。有电话是吗？对的，是有自己的电话可以用。这个我不清楚，就是他会有一个人看着他们，然后让他们跟家里面人要赎金的这个一个状态。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想跟家里要点钱，他们不确定这个地方会不会骗他们，但至少他们想要试一试，看家里能不能给他们出这个钱，让他们回去。大部分是这样一个状态。要赎金的那些人大概能要多少钱可以回去？大概是10万到20万。但是这个钱他能不能回去，我不知道。可能至少对于很多人来说，跳一跳其实是可以拿到的。这个你就错了。我一直觉得10万、20万或者30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实在不行卖套房嘛，总比命重要。但实际上，我这么问您一个问题吧，你觉得那个地方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怎样的？就好多人9年义务教育都没有上完，非常多。所以那个地方大家的收入也是真的不一样，有一些是真的拿不出来这个钱。我们可能已经是身边的人是算是很好的了，所以就是看不到这样的状态。大部分人拿不出这个钱来。你呢？你有没有要这个赎金？他们还没有找我要赎金，因为他们还是觉得把我卖掉对他们来说更好。因为我刚去犯了一个错误，是我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学历和英文程度这些东西啊。我之前有在华尔街英语做过英语老师，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这个公司它做的是海外盘，就是骗的是外国人，他其实更需要我这样的人，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人把他卖到这样的公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比交一个赎金回去跟让他们挣到的钱更多。所以这个屋子里的人会互相讨论吗？我们怎么逃出去？大家基本不会想这个，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因为他们都不是刚被绑进来的哦，有一些人是已经在这个地方待了很久了，因为它是一个人口贩卖中心，就比如这个公司不想要这个人了，他先卖到这里来。这个贩卖中心看能不能再卖出去，就是他们不是新人，所以跟他们一聊就知道这个地方我没有任何希望能跑出去。所以你什么时候有被转走了？我在那个地方只待了1天，就会转到下一家公司。它是一个相对小一点的园区。我后期了解到，这个园区只有几百个人，但实际上大的园区会上万。但是虽然园区小，可是五脏俱全，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都有。它甚至有纹身店，就很神奇，就是那么小一个园区，只有几百个人，它竟然有一个纹身店。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区。是的，就是你做什么都是可以有地方做的，只要你有钱，但前提是你都有钱。大家怎么才有钱呢？就骗到钱啊！所有人几百人的工作都一样，都是在那做这些事情啊，只不过有的人是做管理的，有的人是像我们这种刚去被做猪仔的啊，就是做基础工作的，就是强迫在那里诈骗嘛，会有人给你培训说你要这么骗这样的，所以我待了一段时间，我就真的觉得。赶紧要回国。这些人啊，我有一个小本子，我这个本子第一句话就写的，在这个本子写完之前，我一定可以回国。我是把这个话写在这个扉页上的。那个本子是一个就是那种特别普通的记事本。我算了一下，中间不是钉书钉嘛，它左面有20页，右面有20页。其实我是把它当日记本来写的。最后那个日记本只写到一半我就回国了，所以我特别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个10几年前比较流行的说法叫 The Secret， 就是吸引力法则，意念的作用。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就过年了过年之后呢，当时我们刚才有在聊，我通过一些努力让他们觉得我没有用。通过什么？我是整个那个公司业绩做得最慢的人。你的学历也不低，然后你也会英语，为什么你的效率最低？就是你要假装自己很低。是因为你欠揍，然后把你拉出去揍一顿，你就好了。其实我说实话，我一共被打的次数1个手就能数过来，因为我态度很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职场的一些小技巧。你可以很笨，但是你要假装很努力。我经常去问我的领导是这样吗？哦，好的，就是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用功的人，可是他们觉得，哎呀，这个人是真的读书读傻了，挺笨的，他呀还不如我们那个小学毕业的人出的业绩多呢，是真的哦。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玩的，就是上班摸鱼的习惯拯救了你。这个是真的。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我的阿拉泰》，里面有一句话深得我心，我在那边就一直回想这句话。马伊琍扮演的那个主角的女儿跟她妈妈说，妈妈，你看我是不是还挺有用的？因为她好像去要债去了，然后要回来了。
他说妈妈，你看我是不是还挺有用的？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他妈妈说没有人在意这个，我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吗？没有用怎么了？你去看一看路边的那个树，它为什么可以好好长在那儿？是因为它没有用，所以没有人砍它，不然的话它就变成咱们后面坐的这个椅子了，对吧？它因为没有用，所以变成了反而活下来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我听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片段真好，我就记下来了。我要努力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可是那里有很多人在演没有用，这个不是我开玩笑，他们演的比我好，他们人都不洗澡，他们的头发都打绺了。甚至让人们觉得就是哎呀，这个人好臭呀，我都不想跟他在一起。他们都是这种风格，他们就会被天天打。领导需要测试他们是真的愣，还是说你在装，所以他们其实就天天被打。但是我因为态度好，他们就觉得我不是装出来的，他是真的笨呐。所以在最后快要过年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人挺麻烦的，他们觉得他们当时看错眼了，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学历又高、身体也挺好，然后英文也很好的人。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人就是以后不能招这种人了，没啥用。其实这也是你的生存策略，明显你可能会比一些人要圆滑，然后要善于伪装自己。我确实也不是一个讨人厌的人吧。其实我觉得这么说不太好，可能有一点开玩笑，可是他们确实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哎呀，你留下来没事干，下了班给我们一起上健身课吧。”就是那些领导们，他们也想减肥。我就翻大白眼，我心想，我拿这个心情，我还明天还不知道要不要去死呢。你们今天就让我还。给你们上健身课，险些你又变成了有用的人。对，我险些我就是这个意思，很有趣。因为其实我在国内本来就是做的这些事情嘛，教练啊什么的。但是我真的我觉得在那儿话多了，话多之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干点啥都行。后来我就跟他们有聊到赎金的问题，我的赎金大概是20多万就可以回来了。他们给钱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给他们一笔钱，就是因为他们从人贩子里买我是这个钱。他们相当于平进平出，其实他们也挺亏的，还得管我饭，还得管我住，还得找人培训我，最后平进平出，相当于我在花他们当时买进来的那个钱，我是可以回国的。但是那只是我，因为大部分的园区是要加钱的，比如把你买来10万，我凭什么10万卖走？我至少要你20万。但是我太幸运了，正好那段时间其实真的给到他们一个期限。那这个时候每个园区就会有指标，你一个园区要教多少人，多少人。当时被教回来一个园区有多少人？我们园区我不知道，我们公司有4个人，就是一个公司只出来了4个啊，对的。然后那几百人呢？继续干着，还在里面。对，10几万分之2000，这个比率大概是不到2%的人吧能回国。几百个人也就出来10来个人。对，但是有一些人他很复杂，有些人他是不愿意走的，他还是心里面抱有说。我在国内反正也不太行，我就想在这搏一搏。他还有人有这种憧憬，得知自己可以有机会回国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不确定，在那里骗术太多了。他说他要把你送回国，因为也有可能是把你卖到下一家，因为我已经被卖过一次了。这个我觉得就是还需要夸奖一下我自己，我觉得我还是能够甄别出来，我真的要回国了。经历这样一个曲折离奇的事情，然后回到家哈，死里逃生这样一遭，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哈？有什么想说的？我有很多的感触。第一个就是，我想跟所有的人说，如果你想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请你抓紧去做。比如说，我想辞职，我想去开一家奶茶店，我想去西藏，我想去找一个我喜欢的人 ，anyway 是什么都可以。麻烦你快一点，因为你不知道你明天会不会像我一样被绑架。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天会更先来。你不要觉得未来可期，也许没有未来。所以，请你活在当下，尽快的去实现你的想法。第二个就是不要太认命。你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跟您聊过，我在那个笔记本上有写过吸引力法则。我写着，我说这个笔记本写完之前，我一定可以回国。你要把你未来的设想非常具体的写在本子上，或者你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像我这次就是很具体，而且我在日记本里面记了很多我回国的场景，我甚至已经细化到我回国要办一场婚礼，什么细化到我几月份要去哪里，我甚至想到回国之后要和我妈妈拍什么段子。我的这个段子是这样的，后来我从我妈妈的怀里醒来，我妈妈说你只是做了一个梦。然后我在想，我回国要去见一个我喜欢的人，我当时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回国之后见到他，
比如把这个包往地上一扔，然后有一个什么拥抱，然后说好了好了，我不是回来了吗？类似这种台词我都已经有想好，就是这些东西我都非常清晰的写在了笔记本上。所以我觉得吸引力法则，我10年前看，我觉得这个东西挺扯的，但是我这次真的是动用了这个事，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有动用意念来回国。哪怕你一无所有，你到绝望到最后一刻，如果你有活下去的信念，只要那个信念还在，你就可以实现。我觉得我跟大部分人不一样的点在于，我非常相信我能回国。就是别人每天说你凭什么，我就觉得我从来都不应该属于这个地方。我来这就是一个意外，我回去是个必然。就是我从内心深处从来不觉得这是一种奢望，我就觉得这个我能回国，我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就是暂时的被困在这里。我非常相信这个事情，而且我不是强迫自己相信，我是真的很相信。然后我就回国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相信的力量。而且在那边有一段，这可以说吗？在那边遇到一个喜欢的人，而且我本身是个恋爱脑嘛，我觉得恋爱这件事情有支撑我活下去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可能跟你的节目基调不一样，但是这是真的。但是不得不说哈，你这个效率的确蛮高的，被抓进去了3个月竟然还谈个恋爱。我蛮喜欢他的。没有被一块解救出来，有被解救出来。你今天为什么报名呀？就是因为我看到你的作品，我觉得比较 match。其实有很多人知道我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好像不太走心，或者是他们比较喜欢看这些所谓的标题党前几秒的这种，他们喜欢搞这个，他们也可以搞。只不过我觉得我需要更走进更有深度的访谈类的节目。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如果你也想通过对话打造自己的个人 IP，欢迎私信我们，关注我们的课程。